热闹的夜市边有一个杀猪场，此时杀猪场内正躺着一具无名女尸。不久，警察赶到，场外围满了看热闹的人。肖队带人拉好警戒线，进入案发现场。死者王轩，女，25岁 ，A 市集团高管，独居女性，生前被注射了大量吗啡，意识清醒，双眼被塞入猪眼，除子宫外，内脏全部消失，子宫内含有猪精子。由脖颈处的勒痕可以判断她在生前做了大量的挣扎，全身被换上了猪皮。好看的精品短片悬疑恐怖小故事，一口气看到大结局，每天更新。喜欢评论区扣1，无聊扣2。温馨提醒您，正文开始了。萧然望着手里的尸检报告，这时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从生活用品来看，大量的手套和清洁剂，那么她还有着很严重的洁癖，但是厨房用具却很齐全，所以对食物的品质会有着极高的要求。王轩的作息是每日9点开始工作，晚上5点下班。正常来说，他到家的时间应该在晚上6点左右，可最近半个月，监控拍到他每天都将近凌晨3点到家。肖队，有发现。负责技术部门的楚潇潇将电脑拿给萧然看。王轩近半年来一直和这个名为 J 的网友联系，并且在他们的私人邮箱里发现了大量猥亵动物的视频。立马调查 J 的身份信息。苏雨听到关键性证物，也顾不得肖队长了，赶紧抢来了王轩的电脑。从记录中可以发现，J 将王轩邀请成为了一个名为天使网站的会员。在这个网站上，不仅可以看到各种虐杀视频，还可以进行上传。充值到一定额度后，能申请到现场参观。这也就是为什么王轩近半个月来一直到凌晨回家。从半年前 ，J 一直是以一种阴沉态度指挥着王轩，可到这个月3号，他好像变成了一个躲在屏幕后面的疯子，谈论的内容也从动物变成了王轩。所以 J 的真正目标是王轩。了解到这，苏雨立马想骑车赶往案发现场。萧然看出了新人的动向，跟了出来。苏雨，上车。在车上，萧然问道：说吧，发现了什么？我一直不明白，拥有重度洁癖的王轩怎么会出现在杀猪场。在他与 J 的交谈中，我才发现，王轩最钟情的其实是无毛猫。这种猫既满足了他的洁癖，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尊贵，配上了他的领导性人格。而他们口中的猪，其实是对于动物的戏称，不是指具体的猪。之前的半个月，王轩一直以假身份出席这场虐杀晚会，直到案发当晚才被凶手骗走杀害。那与我们赶往案发现场有什么关系？凶手选择在杀猪场行凶，是因为他注重仪式感，同时这也是他认为最熟悉、最安全的地方。在他杀害王轩后，一定发现了王轩并不偏爱于猪，所以觉得玷污了他的神圣，所以实行了人工受精。但这对于他来说是不可容忍的，他必须要等待时机，回到现场给他心中的神赔罪。所以凶手一定会在行凶后返回案发现场。没错，而且一定是今晚，因为今晚是死者头七，他一定会净化对方的灵魂。萧然恍然大悟，一脚油门赶往了案发现场。此时二人手机里传来简讯，楚潇潇破解了 J 的 IP 地址，原来他真实身份是吴越，一名养殖场的员工。等他们到达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自出现命案后，附近的居民不是出于迷信，就是因为害怕都搬走了。方圆几里寂静的让人心慌，只能看见漆黑的杀猪场里隐约透着一丝烛光。正当苏雨要上前查看时，萧然一把拦住了他，掏出佩戴的警枪，示意跟在他的身后。只见场里的水泥地上摆满了各种蜡烛，墙上写满奇怪的符号。一个浑身赤裸的男人此时嘴里正念念有词，他的身旁还躺着一只快要临产的母猪。只见那男人缓缓起身，翻过了母猪，将手伸进了母猪的肛门，把猪崽活生生的掏了出来。手上的猪崽淋漓着鲜血，还连着母猪的脐带。他将猪崽高高托起，向着神祭奠。看到这，苏雨不免一阵干呕，下意识地抓紧了萧然的衣襟。萧然好像也注意到了他的动作，回头看了一眼，示意苏雨赶紧联系局里。他将在凶手接生下一个猪崽时实行抓捕。很快，凶手将第一只猪崽轻轻放在地上，伸手去掏第二只猪崽。这时，萧然眼疾手快，掏出手枪对准犯人。警察，双手抱头蹲在原地。见到这一幕，跪在地上的凶手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他瞪大双眼，直直地望着萧然，那双麻木空洞的眼睛看得直叫人打寒战。他举起手抱住了头，带着哭腔：我只是在替你们人类赎罪，我有什么错呢？为什么都这样对我？说完，开始哭了起来。吴越，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话将会成为呈堂证供。
萧然一边说着，一边走近罪犯，给他戴上手铐。正当苏雨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窗外竟出现了一个黑影。他走动的声响立刻引起了萧然的警惕。站住，警察！黑影听见后加快脚步逃了出去。萧然见状立刻追了出去。那黑影逃得飞快，熟练地穿梭在居民楼之间，而萧然紧跟其后，全力追捕。转眼进入了小巷，黑影意识到进入了死胡同，他停下脚步，摘下头套，望着萧然。警察叔叔，不至于吧？聂凯，你怎么会在犯罪现场？你又跑什么？哎呀，萧队长，我不是最近听说了杀猪场的变态杀人犯吗？我就是好奇去看看，谁知道正遇到了你们啊！我怕你嫌我碍事，再给我揍开花了，那我当然得跑了。萧然听后气不打一处来。你个臭小子，你这次不仅要被我揍，我看你还得被拘留。你知不知道刚才在案发现场的就是凶手？就因为你的出现，让我的女同事暴露在了危险之下。萧然说完，还不解气的给了聂凯一脚，而后突然想起苏雨一个新人正面对着变态杀人犯，此时也顾不得眼前了，拼了命的赶回案发现场。萧然走后，罪犯立刻沉下了脸。苏雨察觉到不对劲，一个箭步冲上前，用手机抵住他的后背。别动，警察！罪犯见状开始狂笑。哟，是你，看来真的如他所说。少说废话，我手里的子弹可不长眼。你觉得你手里是真枪假枪，我还知道吗？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不做这些没用的了。吴越对吧？如果我猜的没错，你从小应该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你的父亲是一个暴力又执拗的人，你没有母亲，从小就感受不到什么是爱，并且你的父亲一定是强迫你做了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让你有了心理阴影。就当你对这个世界失望的时候，此时出现了一个人，你奉他为神，你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他。当你好不要容易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时，一切都变了。你没想到你们这份爱在世人的眼里就是恶心，是变态。后来这群人为了让你变得正常，就把你的爱吃了，而他就是你从小养到大的猪。是，没错。可这一切怨我吗？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感受过家庭的幸福。我的父亲是个酒鬼，他打死了我的母亲。可在那个偏僻的乡村，人们却以为很正常。我母亲生前一直过得很苦，她唯一快乐的事就是养着这几头猪仔。后来母亲死后，就变成了我每日养猪。这些猪每天什么也不用想，吃了睡，睡了吃，只有它们才不会伤害我。渐渐的，我将对母亲的思念放在了它们身上。突然有一天，那个没钱的老酒鬼发了疯，把这些猪都杀了去换钱买酒。我拼尽全力挨了一刀，才救下了一头小猪。好啊，他不是愿意喝吗？所以我就趁他睡觉把他给剁了，他就去阴曹地府喝吧。这个老酒鬼在村里狗屁不是，自然没人关心他的死活。而我16岁就成了村里人人瞧不起的孤儿，只有和小猪相依为命。我把他喂得胖胖的，和他在一起的日子里，我是那么的快乐，他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可这些人根本不懂我。那天，这些疯子突然听了村里老妖婆的话，说我和我的猪在一起犯了天忌，所以他们就当着我的面杀死了他。听着他撕心裂肺的嚎叫，鲜血一点点滋在我脸上。这一刻，我恨上了人类。为什么要剥夺我仅剩的快乐？他们还丧心病狂地吃掉了我心中唯一的爱。我恨你们，我恨你们！我要让所有这些虐待动物的人都去死！吴越越说越激动，越来越疯狂。他晃动着身躯，双手不停地摩擦手铐，企图将双手从手铐中硬生生拖拽出来。他不顾手腕被磨得血肉模糊，尖笑着。见到这一幕，苏雨不禁有些害怕。住手！警察！幸好这时局里的增援及时赶到，很快吴越就被带回了局里。就当大家都以为此案件终于结束时，没想到这一切仅仅就是个开端。回到警局后的吴越始终一句话都不说，但目前警方掌握的罪证也足够让他受到该有的惩罚，所以审讯将从黑衣人聂凯开始。说吧，你究竟在想些什么？身体无碍后的萧然暴怒地质问对面的小混混，这让警局人员都有点害怕，从没见过他这么不淡定的时候。后来才知道聂凯是萧然死去姐姐的孩子，据说当年他姐姐被人杀害，这个侄子13岁被绑架，在外生活了10年才找回来，所以萧然特别在意他。我说萧队，您自己连婚都没结，这么关心别人的孩子干嘛？你个混蛋，
平时看你吊儿郎当的，我就不管。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被卷进了一场命案，关乎着受害者的生命。你给我严肃点。说着，肖队又想对聂凯使用暴力。行了，队长，让我来吧。苏雨见状，立马拦下了萧然，让他先出去。哟，美女姐姐。你好，聂凯，我是苏雨。经过和聂凯的对话，苏雨发现他是一个心理疾病很严重的人，在被拐的这10年，貌似被灌输了一种变态心理。他喜欢暴力，出现在案发现场是因为享受吴越这种人作案过程给他带来的精神快感。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对绑架他的人产生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在他貌似混蛋的外表下，内心十分痛苦。他知道绑架他的人很可能就是杀害母亲的凶手，但还是忍不住对那个人的思念，将他视作父亲。苏雨将聂凯心里的基本情况告诉了萧然，萧然没有说什么，只是叹了口气。聂凯的案子一定和吴越脱不了干系。队长，你也别太担心了，起码目前聂凯没事，一会儿就到24小时了。等他能离开警局后，你们好好解决一下矛盾。正当苏雨和萧然交谈时，局长突然召集了警局人员。接到报警任务，娱乐城发生命案，第1支队立刻出警。等到达现场时，苏雨真的是惊呆了。事先出警的民警扣押了几百号人，不仅有小姐、鸭子，还有各类富豪，甚至是明星。萧然赶紧叫宋城拉好警戒线，怕是晚一步这里就要被记者淹没了。刚来到案发现场，苏雨就感觉到了不对劲。空气中弥漫着大量的氟硝安定，也就是迷药，但是死者看起来却像是在激烈打斗中死去的。肖队，这里发现了毒品。负责第1现场勘探的法医传来声响。只有毒品才能让人在意识不清醒的时候强制让大脑活跃并且产生幻觉，而受害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与别人发生冲突导致死亡的。刑警队长萧然在观察现场时也发现了这一点，他叫来娱乐城的总经理问了下基本情况。总经理说，死者是当地的地痞流氓，主要就是每天帮集团收债的。可他收债的时候总喜欢干一些恶劣的勾当，因此得罪了不少人。现在他死了也不奇怪。这家伙来你们这消费，肯定叫了小姐吧？把那个女孩叫来。你要说你们这没小姐也可以，这男的嗑药嗑上了头，肯定也没少让他吸。要是我们拉回警局一查，你们这可就是不光卖淫嫖娼，还有贩卖毒品的嫌疑了。萧然说着拍了拍经理的肩膀，原本想狡辩的经理瞬间哑口无言，只能叫来了那位小姐。你好，李楠是吧？我叫苏雨，是第1刑警支队的。你不要怕，只要把你知道的说出来就行。是聂凯，是聂凯，是他，是他，不是他，我不能说。苏雨看着面前骨瘦如柴的女孩，神情恍惚，精神颓废。这一定是一个2年以上的瘾君子，或许是毒瘾犯了，又或许是受到过度惊吓，一直处在崩溃的边缘。就当这时，法医传来消息，在死者致命伤处发现了聂凯的指纹。很明显，萧然要对这件案子避嫌，但压力也随之转移到了刑侦队员身上，因为萧然不仅仅是队长，更是队里的核心人物，所以他的事情全队都会严阵以待。被捕后的聂凯直接招认了罪状，他承认自己就是杀害死者的凶手。原本想利用迷药将死者灌晕以便下手，可没想到受害人和李楠吸食了毒品，在自己下手的时候，对方醒了过来就扭打起来。僵持不下的时候，聂凯一把撕开粉包灌到了对方嘴里，而后又将受害人的头按进酒水桶，导致对方吸食过量加窒息而死。而李楠在聂凯来的时候去了厕所，等他出来时，受害人已经死了。聂凯见他捂住了他的嘴，对李楠实施了强奸。当聂凯被问到为什么这么做时，他只说知道自己快死了，所以尝试一下刺激的感觉。和他事后，聂凯还想让李楠和受害人尸体行事，奈何受害人的仇家找上门，所以他只好畏罪潜逃，不久就被抓来了警局。苏雨与聂凯周旋了很久，试图从他的嘴里找出破绽或是幕后真凶。凭他对聂凯的了解，一个一直想回到那个绑架犯身边的人，在他没有达成目的之前，是不会轻易将自己送进监狱的，除非他是为了完成父亲的指示。就在这时，法医检验报告出来了，确实如聂凯所说，死者是吸食过量加窒息而死。在李楠的体内也发现了聂凯的精子，在其家中有大量的氟硝安定，现在一切证据都指向了聂凯。可苏雨明明知道在聂凯的背后有更大的秘密，却始终拨不开那层迷雾，自己也深陷其中。不久后，聂凯在法庭上被判了死刑，萧然也因此一蹶不振，以年假为借口整日颓废在家中。
这样让队里人员十分担心。在聂凯被执行死刑的那天，苏雨作为见证人来到现场。当毒药快要注射进他皮肤的那一刻，聂凯疯狂扫视观众席，好像在找什么人。苏雨立刻警惕起来，就当他们目光对视的时候，才知道他要找的是自己。他看着苏雨，眼角流出了泪水，苦涩一笑，结束了悲惨的一生。虽然苏雨不明白他的意思，但这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聂凯当初出现在杀猪场绝不是偶然，他和吴越一定不是表面那么简单。伴随着聂凯的死亡，更大的阴谋也将浮出水面。自聂凯被执行后，吴越也被判了死刑，而警局终于迎来了一个周末。苏雨想起了一蹶不振的队长，就来到了萧然家。咚咚咚，萧队开门，我是苏雨。咚咚咚，萧队，你在吗？萧然。苏雨一遍遍敲门，见他半天没有声音，开始着急。他真的害怕队长因为受到如今的刺激做出什么傻事。就当要撬门时，萧然从后面叫住了他。你干嘛？入室抢劫啊？只见他一脸疲惫，手里还拿着生煎包，貌似刚从外面回来。你来我家干嘛？放心吧，我死不了。刚刚下楼买了个早餐。萧然一边说着，一边打开房门。可是你已经很多天没来上班了，我很局里的人很担心你。说着，苏雨也顺势跟他进了屋子。进屋一看，吓了一跳，这是垃圾场吗？苏雨一脸无奈，开始帮萧然收拾屋子。萧然可好，打开电脑，一边吃生煎包一边玩游戏。开始他还漫不经心，可越收拾越发现不对劲。看似脏乱的衣服，实则还混杂着洗过的。被子虽然被翻开了，但床头的灰尘告诉苏雨，应该是很久都没睡过了。按道理说，如果萧然这几天都颓废在家，那他连烟灰缸都不到，更不可能将外卖丢进垃圾桶。现在回想一下，刚刚在门口的萧然身上根本没有烟草味，而他的家里到处是烟头。所以说，萧然根本就不是下楼买早餐，而是不在家。而家里的一片狼藉也是他刻意伪造出来的。想到这，苏雨回头看向了萧然，没成想四目对视，那双凌冽的眼睛告诉苏雨，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呵呵呵，萧队，你这家够乱的哈，给你收拾还真是给我累够呛。苏雨，聂凯和吴越案子的报告写了吗？拿给我，给你指点指点。萧队，这不太好吧？你知道警队的规矩，而且你现在不是休假吗？就先别工作了。面对萧然反常的举动，苏雨赶紧找了个拒绝的借口。那你老师呢？他给你指点的报告总可以给我看看吧？我想了解一下这位金牌教授。萧然阴沉着脸，露出了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可怕笑容，这让苏雨心里打怵。这样吧，萧队，等我写完就给你看。今天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局里了。说完，苏雨赶紧逃离这个是非之地。离开他家，苏雨不禁想到，如今吴越、聂凯都已被判刑，可貌似平静的外表下，案件依旧在被某双大手推脱前行。面对萧然的不正常，苏雨不得不开始查他。第二天，苏雨回到警局，翻看了萧然小区监控录像。果然，他这几天频繁出入小区，3天前离开家门，一直到今天早上才回去。还在楼下买生煎包的时候，和老板谈了些什么才上的楼。苏雨，你昨天见到萧队了吗？他怎么样啊？楚潇潇端了杯咖啡走过来。你怎么知道我去找萧然了？你桌上的便利贴不是写了你每天的行程吗？全队都知道你去找队长了。楚潇潇一脸坏笑。苏雨明白，原来萧然早就知道自己要去找他，做这一切都是在防人。萧然自吴越案开始，就频频收到一个陌生地址发来的信件，信上详细的阐述了聂凯的生活习惯、心理状态、身体情况等。他一开始不以为意，以为是聂凯的小把戏，直到聂凯出事才开始察觉到，这封信很有可能来自10年前的绑架犯。聂凯出事后，萧然开始循着信上的内容查找线索。信上的字是从不同的杂志报纸上剪下来的，萧然通过字体的颜色以及大小型号找到了对应的期刊，又从期刊上划出了几个重点时间，分别是4月1日、12月10日、2012。2012对应的应该是10年前，4月1日是愚人节，对应的难道是笑话？也就是说，写信的人早就知道收信者会被他耍，他是故意从聂凯出事前开始寄信，让其掉以轻心。究竟是什么样的对手，竟对刑警队长的心思了如指掌？那12月10日呢？这是苏雨生日。萧然不禁想到，难道苏雨与幕后黑手有关？后来，萧然又去了信上的地址，人民警察大学，苏雨的母校。带着重重疑惑，他去拜访了苏雨的老师庞维礼。
庞老说10年前苏雨出过一场意外，和聂凯一样父母遇害，被一个男子绑架。但奇怪的是，别的孩子都死了，只有他几个月后毫发无伤地出现在警局门口，之前的记忆也消失了。后来在福利院健康长大，不知是不是受到绑架犯影响，他一直想做一位刑警，但出于幼年的悲惨遭遇，在开始求学时差点因为心理原因被筛选掉，是自己坚持留下的。萧然听到这，心里一紧，往往天才罪犯都是出于悲惨的童年，而天才和疯子也就在一念之间。苏雨小时候和聂凯有着同样的经历，难免不会做出和聂凯一样的事。庞伟岭好像看出了萧然的心思，话语突然严肃，每个人都有犯罪的几率，但他应该不会，他是我最好的作品。庞教授，每个人的一生都可以是最好的作品，但首先他应该是可以暴露在阳光下的。今天就麻烦您了，我先走了。说完，萧然快步离去。也就是从这时起，萧然选择再也不相信任何人。喂，您好，这里是110报警中心，有事请讲。我要报警，学校死人了。刑侦第1支队很快来到现场，因为萧然的特殊情况，所以宋城做起了临时队长。正当苏雨要进入案发现场的时候，宋城拦住了他。苏雨，你要做好心理准备，现场有点残酷。嗨呀，宋队，什么场面我没见过。原本说笑的苏雨，直到看到尸体，他的心再也提不起来了。地上躺着的竟是自己的老师，尸体有移动的痕迹，腹部有一处5厘米刀伤，应该是受伤后失血过多而死。初步判断被害人是受伤后爬到这里的，死亡时间晚上。法医在做着尸检报告，望着尸体，苏雨的脑中再也进不得半个字，只觉得耳鸣想吐，胸口喘不过气，双腿没了力气，瘫软下去。楚潇潇见状，赶紧将他扶离案发现场。不知过了多久，在停尸房再次见到庞伟岭的尸体，苏雨才意识到，这个最爱自己的老头真的死了。从小到大，苏雨都是孤独的，在福利院里没有朋友，也没有一个家庭想要收养一个疑似心理有问题的孩子，只有庞伟岭一直默默资助自己，而自己选择这份职业也是想要更了解他。可如今他死了，并且是在这样痛苦而绝望的情况下死去，这世上再也没了亲人。那一夜，苏雨只觉得眼泪都流干了。后来，苏雨便开始没日没夜地调查庞伟岭的案件。在这过程中，他开始知道，原来萧然并不是请了年假，是上级发现了他的可疑之处，将他停职。如今，楚潇潇的报告上写着，萧然是庞伟岭死前最后见到的人。他不禁握紧了拳头。萧队，我希望你真的与一切都无关。叮咚，这时手机上一个陌生号码传来视频，上面是苏雨老师生前的视频。小雨，救救我！他被人绑在了柱子上，手机里出现一个电脑合成的声音。我们来玩一个游戏，你现在有2个小时来救你的老师，2个小时后箱子上的机关就会启动，他腹部得刀便会随之射出。而这个老头，伴随着黑衣人的狂笑，视频终止。苏雨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将事情上报局里。从局长办公室出来后，苏雨再也克制不住他不停的自责。为什么在老师出事前自己没收到这段视频？或许收到了，老师也不会丢掉生命。一旁的楚潇潇心疼的安慰道：小雨，这不怪你，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解开谜团，找出杀害你老师的凶手。听到这话，苏雨哭声变小。对，没错，一定要找到凶手。他缓缓起身，擦了一把眼泪，开始回想当时的情景。罪犯明显带有挑衅意味，他很自信认为对手不会猜到他的位置，那么他应该十分了解警察的破案思路。往往这种类型的绑架案都会发生在没有监控的郊区，可就目前来看，视频中有明显的杂音，窗外虽然有亮光，却像是正午的太阳。经监控显示，昨晚18点10分，老师还在自习室辅导学生，而死亡确定时间是昨晚21点30分左右。凶手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老师绑架，拉到郊区进行拍摄，再把尸体运回学校，所以视频中的阳光是假的。难道他之前将自己的老师藏在了市区某处的地下室里？想到这，苏雨赶紧说道：潇潇，你赶快查一下短信上的地址，还有警局附近小区的监控。楚潇潇听到立刻开始行动。找到了，绑架地点在国贸大厦，手机短信地点在国贸1号地下车库，立刻出警，现在还有抓住嫌疑人的机会。宋城听见，立马召集人马前往案发地点，可众人到达案发地点后，却发现什么也没有。宋队发现一部手机，看着同事拿来的手机，苏雨陷入深思。不好，被他耍了。
凶手故意让我们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事先在监控处留下绑架老师到广场的证据，又提前设置好时间发送短信，实则作案前就将手机留在此处。绑匪的目的是为了拖延时间，真正的绑架地点应该在老师最熟悉的地方——学校。经过警方的排查，果然最后刑警大队在学校地下室找到杀害庞伟岭的作案工具，还有萧然。肖队，到底怎么回事？你什么时候被停职的？肖队，我担心萧然的宋城冲进审讯室，还没等话说完就被打断。我要见苏雨。萧然没有半句废话，直接提出要求。宋城无奈，只好出去唤苏雨进审讯室。萧然，你到底在做什么？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吧？10年前你究竟发生了什么？萧然，现在你是嫌疑人，最好配合警察办案。萧然见状没有再继续反驳，一直盯着苏雨。经你家小区监控显示，你被停职之后多次夜间出入小区，这期间你都在做什么？还有，为什么去见庞伟礼？你知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你是他死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现在你又出现在第一案发现场。就算队里相信你，可是你不说实话，我们怎么帮？面对着接连的质问，萧然自知无法辩解，于是详细的解释了原因。原来他为了获取真相，假意相信对方顺着陌生信件里的指示去做。做完一切，发现信上的最后一句话是答案就在学校地下室，于是出现了最后的一幕。由于警方没有证据，目前也无法查证信件的真伪，所以萧然暂时被拘留起来。叮咚，任务成功，现在的任务是解救萧然，目前所有的嫌疑都指向了萧然。不过这还不够，3天后警局将会收到一份萧然作案的视频，那他会怎样呢？苏雨死死盯着屏幕，又是那条短信，难道他就是一切的幕后凶手？这时法医的尸检报告出来了，据庞伟岭伤口来看，刀是被正面捅入腹部，伤口排列整齐，并且无防御伤，很有可能是自杀。看到这，苏雨紧紧皱起了眉头，不停地回忆线索。这时楚潇潇一脸急切喊道：有新发现，庞伟岭死前去过学校资料室。听到这句话，苏雨一下被点醒，立马跑到学校图书馆。他在图书馆里找出了吴越、聂凯和10年前变态杀人犯案子的资料。果然苏雨猜的没错，在萧然第一次提到庞伟岭的时候，他就开始注意自己老师的动向，但他一直以为老师是在暗中帮助警局破案，毕竟有很多警校里的教授会接收一些棘手的案子，但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苏雨凭借自己对老师的熟悉，很快就发现了庞伟岭在图书馆档案室留下的线索。当他拼接起来的时候，发现竟是一封信。亲爱的徒弟，你好，我早就知道你肯定会查到这里，这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你是我在这10年里培养的最出色的孩子，所以我相信你。我知道我会死，但你不必伤心，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人类。吴越和聂凯是我的作品，但他们都是失败的。吴越仅能代表最低级的犯罪人格，原本我想让聂凯帮他一把，没想到吴越的案子还将你牵入其中，所以我只能丢车保帅，以聂凯的死来终结这个案子。后来我发现萧然也参与进来，所以我开始利用他，用信件一步步引导他帮助我完成计划，所以我设计了这场绑架案，事先录好视频和短信，再定时发出去，同时我会刺伤自己，并通过诱导让警察把嫌疑放在萧然身上。就当我以为一切都顺利的时候，才知道走入了一个圈套。萧然一直在假意配合，而你冥冥之中在和我进行心理对抗。当你和萧然破解了我设下的一个个局时，我知道最终输的是我，但是我的计划是成功的，因为我完成了我最好的作品，那就是你。这次也是我交给你的最后一课，你最爱的人，也是伤害你最深的人，老师庞伟岭。苏雨读完信，内心五味杂陈。他知道我们都输了，输给了人性。没有这封信，他也没把握找到凶手，而自己视为父亲的人竟拿自己当颗棋子。对于庞伟岭，他也没想到自己会在作案过程中真的害死了自己。原来庞伟岭对聂凯的洗脑并不顺利，在聂凯被找回后，其实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但他无法抛开这10年的变态感情，所以自己愿意帮助父亲完成计划。但他为了亲情，早就把庞伟岭的速效救心丸换成了慢性毒药。而这种毒药最厉害之处在于，不仅无色无味，连法医都无法第一时间判断到尸体会在死前心脏骤停几秒。庞伟岭在幕后操控吴越实行炼猪案，让聂凯实行强奸杀人案，伪造信件、视频来甩脱嫌疑，而后在地下室刺伤腹部，丢下作案工具，却在通过密道离开地下室后因药物心脏骤停。这一刻他体会到了死亡的恐惧。
和人在极度害怕的情况下会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最后他失血过多而死。这也算恶人自有恶报，他害死那么多人命，最后死在了自己的刀下。很快这件案子就被定罪。萧然虽然擅自行动被停职了一段时间，但是经过局长和上级的解释，很快就恢复了职位。在这座城市里有太多的黑暗，但始终有第一刑警支队默默为这座城市守护着光明。